Hi, 大家好, I'm Alison.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If you like my video, please subscribe, leave a thumbs up, and send to a friend who also want to learn Chinese. For this video, I will read it twice. The first time, I will read it very slowly, and then I will repeat it with normal speed. If you feel that you can understand everything in the first part, you can challenge yourself and listen to the fast version. And don't forget to check out the description below. There I have the material and the flashcard for this story. Are you ready for the listening practice? 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小狗，一直都想养一只自己的小狗。但是我的爸爸妈妈不让我养。在我上大学以后，有一年暑假，我妈妈终于给我买了一只小狗。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在意大利上大学了，每年只有很短的时间住在家里，所以我觉得这只狗不是给我买的，是给他们自己买的。不过我还是很高兴。慢慢的，我发现我的爸爸妈妈非常溺爱我们的狗。它不喜欢走路，我的爸爸就会一直抱着它。它3、4岁的时候，开始不喜欢吃狗粮。我妈妈会给它做饭。今年夏天，我回家以后，发现我的狗更挑食了。它每天都要吃不一样的东西。如果它今天吃了鸡肉，第2天再给它鸡肉，它就不吃了，要换别的肉。而且它只吃新鲜的肉和菜。如果是前一天做的，它也不吃。有一天，我中午走进厨房，看到我妈妈在做饭。桌子上有一些羊肉，看起来很好吃。我以为是我们的午饭，但是我妈妈告诉我，是给狗的。我真的很惊讶。我觉得我的狗的生活比我的好很多。我真的很羡慕它。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小狗，我一直都想养一只自己的小狗，但是我的爸爸妈妈不让我养。在我上大学以后，有一年暑假，我的妈妈终于给我买了一只小狗。
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在意大利上大学了，每年只有很短的时间住在家里，所以我觉得这只狗不是给我买的，是给他们自己买的。不过我还是很高兴。慢慢的，我发现我的爸爸妈妈非常溺爱我们的狗。它不喜欢走路，我的爸爸就会一直抱着它。它3、4岁的时候开始不喜欢吃狗粮，我妈妈会给它做饭。今年夏天，我回家以后发现我的狗更挑食了。它每天都要吃不一样的东西。如果它今天吃了鸡肉，第2天再给它鸡肉，它就不吃了，要换别的肉。而且它只吃新鲜的肉和菜，如果是前1天做的，它也不吃。有一天，我中午走进厨房，看到我妈妈在做饭，桌子上有一些羊肉，看起来很好吃。我以为是我们的午饭，但是我妈妈告诉我是给狗的。我真的很惊讶，我觉得我的狗的生活比我的好很多，我真的很羡慕它。